人民币终于还是没逃过这场残酷的现实检验。2025年6月，一条冰冷的数据刺穿了无数经纪人口中的中国崛起梦。5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系统的占比跌破 3%， 只剩 2.89%， 创下1年来的新低，排名也从第5滑落到第6。而与此同时，美元依旧稳坐王位，欧元正在慢慢反弹，加元竟也悄然超越了人民币，这个曾经被寄予厚望要去美元化的明星货币，在一场看似悄无声息的博弈中，彻底被打回了原形。谁也没想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会输得如此惨烈，如此寂静。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在2025年6月1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从4月的 3.5% 骤降至 2.89%， 跌幅高达 0.61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全球整体支付金额只减少了 6.81%， 而人民币支付金额却减少了 23.07%。这意味着，在全球经济整体稍微放缓的背景下，人民币却遭遇了断崖式下跌。我们可以把这场金融上的退步称为滑铁卢，但现实更像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清醒时刻。这不是一次技术性调整，不是所谓节假日效应，也不是分析师口中的短期波动，而是中国货币在全球贸易舞台上逐渐被边缘化的信号，是对人民币崛起这场豪赌的一记重锤。在很多人眼里，跌破 3% 或许只是一个小数点的变化，但对金融圈来说，这是信任的崩塌。曾经被中国央行和无数宣传包装为美元霸权终结者的人民币，连家园都追不上了。更讽刺的是，在人民币出海大旗挥舞了10几年之后，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冰冷的结局。美元5月支付占比依然高达 48.46%， 几乎是人民币的16倍。欧元从 22.24% 升至 23.56%， 实现温和反弹。英镑、日元稳居前3，加元以 3.11% 超车人民币，打脸所有人民币第5论者。如果说前几年还能用中美摩擦或者政治歧视来解释人民币国际化缓慢，如今的数据却在无情告诉我们，市场从来不讲感情，只有实力和信任。很多人会说，中国还有 CIPS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还有一带一路的双边本币结算，还有上海、香港、伦敦、法兰克福这些人民币清算中心，为什么还会这样？因为全球金融的本质从来就不是谁的技术好，谁的清算快，而是谁的货币是硬通货，谁的经济是让人放心的。当世界各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结算时，面临的是利率、流动性、资产安全、货币兑换的综合判断。而人民币的问题就卡在这里，汇率不透明，央行每天的中间价完全由政策定调，不反映市场供需。资本流动受限，境外机构难以自由兑换人民币资产，外资企业撤资困难重重。金融信任缺失，中国近年来接连爆出的城投债务危机、恒大暴雷、股市割韭菜，让全球投资者避之不及。政治风险极高，一纸命令就能冻结外资账户，禁止资本外流。这样的环境，哪个国家敢用你当主货币？中国也曾看到过高光时刻。2023年，中俄、中伊甚至中阿联酋等国陆续宣布采用人民币结算石油与天然气贸易。那一刻，官媒刷屏，全民沸腾，以为去美元化真的要来了。但2年过去了，现实却狠狠打脸，石油还是用美元，黄金还是用美元，大宗商品定价体系没有变，连数字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渗透率都几乎为0。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贸易战，则彻底让这场人民币出海梦化为乌有。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是什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体量。
但过去一年，尤其是2024年底至2025年上半年，中国出口陷入全面困境。2025年第一季度出口同比下降 6.4%， 为疫情后最大跌幅。欧美对中国产品征收新关税，技术壁垒增加，出口订单大量流失。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制造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人民币结算需求骤减，使用场景越来越少。全球企业不需要人民币，自然也不会在支付中选择人民币。货币永远是服务于贸易的，而不是靠喊口号应用出来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2025年3月公布的数据，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储备货币中所占比例仅为 2.48%， 低于1年前的 2.69%。美元依然占比超过 59%， 欧元为 19.8%。更惊人的是，中国央行自己也在减少人民币对外储备配置，转而持有更多黄金与多元化资产。外资的行为更直接。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24年全年，外资净卖出中国债券达 1.2 万亿元人民币。2025年一季度再流出2300亿元，创下新纪录。同期，印度、越南、新加坡吸引外资大幅增加。人民币已经不是投资者眼中的新兴之星，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政治货币。人民币之所以被全球支付体系排挤，根本问题从来都不只是外贸或技术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层的危机。全世界正在对中国信用失去信心。别再以为这是意识形态的偏见，这就是冰冷现实。试想，谁敢放心把数亿美金换成人民币资产存在中国银行系统？谁能接受资本管制下想进来容易想出去难的规则？哪家全球大型机构愿意压住一个连 GDP 数据都越来越缺乏透明度的国家？过去10年，中国一直试图用发展速度掩盖制度缺陷，但到了2025年，连最基本的金融信任都撑不下去了。从2023年以来，一连串匪夷所思的政策操作，让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变成了一条反向狂奔的独木桥。2023年起，中国开始加强对个人和企业海外资产的审查。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意见》，明确金融要姓党。2025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突击检查多家跨国企业在香港账户资金流动，造成大量资本恐慌。这一系列做法直接吓退了本来就已经谨慎的外资，甚至连中国本土的富人都在想办法出逃。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高净值人群资产流向白皮书》，预计2025年将有 1.3 万名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中国富人选择移民或转移资产到海外，创10年新高。热门国家依然是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近年异军突起，成为新贵。资产安全与子女教育不再是主因，取而代之的是担心中国资本管制升级。这不是富人的恐慌症，而是用脚投票的金融判断。你以为人民币国际化失败只是外交层面的失败？错了，它正在从根本上摧毁中国中产的安全感。人民币贬值压力持续，尽管官方汇率维持稳中有条，但离岸人民币一度跌破 7.35， 创年内新低。海外留学成本飙升，2025年赴美留学家庭开支同比增加 15%， 原因是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走低。海外资产缩水，许多中产通过 QDII 港股通持有的海外资产因资本限制难以转换回国内。通胀隐忧抬头，进口药、进口奶粉、进口医疗器械价格全面上涨，中产医疗支出压力猛增。人民币出不去，资本进不来，物价稳不了，而中产手里的人民币存款却越来越像废纸上的数字。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场靠实力说话的游戏，而现在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正在快速失速。以下是几组2025年最新公布的数据，真实的让人无法直视。2025年5月，中国制造业 PMI 为 49.1， 连续第3个月低于荣枯线。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2.7%， 为疫情后最弱增长值。1至5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 5.4%， 地方财政普遍入不敷出。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仅 1.2%， 远低于 CPI 涨幅。外资在华新社企业数量同比减少 32%， 广东、江苏、上海等传统外贸重地首次出现负增长。这些数字的共同指向只有一个：中国的经济增长动能正在快速耗尽。而在经济转弱的大环境下，一个非自由兑换、信用薄弱的货币，又凭什么去挑战美元、欧元？人民币结算听起来很美，但现实是，全球对外贸易 90% 以上依然使用美元、欧元、英镑结算。一带一路国家表面响应人民币结算，但背后普遍要求中国企业提供汇率担保，损失兜底。与中国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很多并没有真正使用人民币进行实际交易，甚至连中国企业自己也在主动回避人民币结算风险。比如，华为在对中东市场出口高端通讯设备时，依然选择使用美元或欧元，而不是自家的人民币。连自家人都不敢用，又凭什么让别人买账？还记得2023年时，人民币国际化一度被官方、媒体、智库捧成国家战略级口号。那个时候，中国人被反复灌输，人民币结算石油了，中国用 CIPS 绕过 SWIFT 了，沙特、伊朗、阿根廷、俄罗斯都在用人民币了。但到了2025年夏天，终于看清现实，没有强大的经济，没有可信的制度，没有全球信任，所谓人民币国际化，不过是自己感动自己的幻觉。一场全球支付份额从 3.5% 跌到 2.89% 的悲剧，不只是金融数字的下滑，而是一个国家的系统性幻灭。这个世界早就不是靠宣传赢信任的时代，靠资本自由流动、规则稳定透明、政治克制和制度自信，才是国际货币真正的底气。而这些，今天的中国一个都没有。